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雅洁，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是狂蹭台积电，南部建商崛起。想要知道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记得要听到最后哦。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也是我们的房地产小天后刘小燕同学。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财讯的小燕。这个房地产最近是真的很热，全台湾都很热，但是南部更热，最热，热到最高点。邀请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小燕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一次为了这个题目呢，也特别去了南部一趟，访了好几个南部的建商。是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状况，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直接问说，最近的生意状况怎么样嘛？哇，他们就是可能有点吓到，就说哇，这么盛况，超乎他们的预期。那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自己有个案子，就是在三民区，他其实是120户，这个案子其实才刚上广告，结果预约就有1500组排队要看。那他原本想说他8月才要开案，可是这么多人排队，然后他的员工就建议他说，老板拜托可以提早就先把一些人到我们公司来，就是介绍案子给他们听，就不然1500组我们真的消化不了。但是只有120户只有120户，所以你可能500组以后的也就不用看了，大概就买完了。应该要抽签，还是说现在我们流行买房抽，买房抽签嘛？对。他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在嘉义，也是很疯狂，所以不止高雄，到嘉义也是。所以这次我们是讲整个南部哇，整个房市都非常热嘛。那嘉义它有一个现场，就是它才刚动土。POP 那些广告他都还没开始，他的这个建筑师事务所还有公司电话就一直被打爆，就说什么时候要开案，什么时候要开案，然后已经预约400组看这个案子。我看到这一段描述的时候其实非常惊讶，因为我们知道南部过去其实是没有什么预售市场的，所以房子都要等盖好了站在那里了才会开始有人要买。没错，对，结果现在是连动土都还没有动土，然后连看板都还没有挂出来，然后大家就已经抢着想要先去买了。没错，而且他说他那个价格应该是要卖到50万了。不久之前我们才在讲到嘉义，因为台积电要去设先进封装厂，是，然后所以房地产是高铁站附近35万，对，因为那是嘉义县的太保。那现在是嘉义市这个案子一推就是要推到50万，大概就是会到50万了。对，这个是2个特殊的案例，但是其实从整个市场的统计，不管是交易的价格或者是量，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根据。对，最近南部是真的很热，是第一是高雄大家熟悉的这个豪宅特区，就是美术馆特区，它也站上这个高雄的新高价，就是有一个案子叫玉皇苑，它卖到1坪73万元，这也是高雄最高的。那还有就是它的5月的时候买卖移转栋数就突破5000栋，这一个是县市合并以来14年来的单月新高。就说过去可能买卖移转栋数只落到可能2-3千，可是居然在5月的时候就一举突破5000，就知道市场2倍有多热。那这个是成屋嘛，那我们再看预售屋的市场也是非常疯狂，在2023年底的时候呢，单月就是破1000件。其实在过去高雄一个月的这个预售屋的成交的比数其实可能400啊、300、600，然后顶多600，然后居然在23年就突破1000，然后结果在24年1月的时候突破2000，统计到我们累积到现在每个月都还是在破1000。哇，这个也是高雄就前所未见啊！还有很多指标啊，就是我们统计了这个2024年1到4月推案件数的增幅是143%，那推案总销金额也是增幅178%，就是这个数字都是6都第一。这是非常疯狂的，就是高雄发大财。对，这句话竟然这个时候真的实现了，成真了。当然我们那时候在分析说全台的房市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台湾现在游资很多，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高雄之所以可以特别吸睛，我们知道也是有其他的城市没有的特殊的条件啊。是，对，因为现在大环境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热钱游资很多，那还有就是台股就是站稳2万点嘛。
那从台股赚的钱，其实也有些钱可以获利了结，就是出来就是买房地产。最重要就是南部的这个高雄整个建设都蛮多的，譬如说就是台积电在南科发展的很好嘛，那整个就是半导体廊带，就是串联南科啊、桥头、楠梓、仁武、亚湾这些区域，然后有一些国际半导体的供应链，像那默克啊、艾斯摩尔都进来这边设点了。那还有就是高雄，譬如说有 5G AIoT 的创新园区，还有流行音乐中心，还有港富旅运中心。市政府现在目前很积极在推的这个富邦人寿奥斯底站的开发计划案，然后现在也是如火如荼在改啦。还有高雄车站的这个新门户计划，还有凤山中城计划，这一些计划呢，都让整个高雄未来可以想象到是大家讲的翻转啊、焕然一新的这种概念。大家现在如果去高雄的话，市区里面真的有蛮多大型建设都在施工中。对，然后完工的时候，那个市貌的确是会产生一些变化。没错。那还有就是之前大家都知道，就是鸿海跟辉达要携手在这个高雄软体园区建设这个先进的算力中心嘛。对，这也是对于房价或对于高雄的前景跟未来有很大的想象。真的是凡有辉达走过，就会带入人潮，再加上台积电，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对，只要是建商的广告，就会谈到台积电，就会谈到科学园区。对，我在看了你的报道之后，我再去南部出差趟，我发现真的在高铁站的连那种电子看板上面，直接就是写着台积电来了。对，所以我问到一些就是建商啊，跟一些代销在地的啦，他们其实就跟我们说。其实分析竹科发展到现在也40年，高雄现在才刚起步，也才5-6年，未来还是很有容积的，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走。对，只是房价是不是就像股价一样，提前反应很多，不知道后续就是会涨到哪里去就是了。对啊，这一波的多头热潮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些改变。对，那老实说，其实高雄一直都是，至少它是第2座直辖市。那当然后来它的人口被超越啦，或什么什么的，有一些变化。对。然后它的整个房市的表现呢，一直都跟台北的落差就是越来越大。可是现在呢，那些高雄的建商，要不就是熬过了那一段低迷的时候，要不就是趁着这一波呢，就是又看到了一些新脸孔。可以请小燕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高雄的整个建商的生态到底有什么特色？是，就是在这一波的这个情况下，南部的一些建商都已经大幅起来了。其实他们早年就是买了很多地啊，其实购地的成本是相当便宜的，所以也蓄积很多能量，经历过了这个高雄的房地产的黑暗期，还撑得下来的，其实都是实力非常厉害，对，实力非常雄厚的。这次有发现说，一些高雄的建商有5个改变，一些在地建商，他们除了在高雄就是发迹之后，然后蓄积能量，他们也开始往台南跟嘉义就是去推案了嘛。对，就譬如说像是国城建设啊，去台南的平实园区啊，去嘉义的这个民族国小附近，就是政府释放出来的公办都更的大案子，他们也很积极参与。那还有就是像清景林建筑，就是清景林其实原本是从高雄起家的这个代销公司，那它其实很有名的一个战役就是卖了这个高雄当年就是国宴就是当年的豪宅始祖，对，然后当时大家国阳建设在高雄很重要的一个案子，那当时就是他接下这个案子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不相信他可以把它卖掉，结果后来就真的在他手上就卖得不错，跌破大家眼镜之后，他就也开始蓄积他的能量。那他看到这一波房市很好的时候，他就成立了这个建设公司，结果他就跑到嘉义去大举的推案，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在嘉义高铁站的一出站看到的案子都是他的，几乎都是他的。应该说我们现在在嘉义看到的所有几百户的这种大案子也都是他的，比如说就是造镇型的大的计划。对，因为在嘉义的这个在地建商，他们其实推的那种总销的案量大部分都在10亿以下，因为我之前有采访过在地的理事长，清景林进去就推这种80亿这种100亿的这一种这种案量，哇，真的吓坏大家然后整个把市场生态都改变了啦，当然也在创价，所以他们就是从高雄发迹，然后北伐台南跟嘉义，对，然后都做得不错，就开始一步一步往北走就对了。是南部的这些建商其实还有第二个特色就是其实蛮团结的，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实力可能跟发迹很久的北部建商或者是中部建商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那种已经是全国型的大建商，对，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啊。可是他们就很聪明，他们就是互相结盟，像是这个清景林跟三地集团，他们也合资，然后去标下这个台糖的土地，最近也准备要开案嘛。像是这个清景跟上扬是同家公司嘛，因为上扬是代销，那清景是他建设公司，他也跟这个泰嘉建设合作，然后入主了这个泰
谱高，就是他们都会几个建商，大家就一起合作来看。也许我单一公司的实力是不够的，对，不管是购地，或者是说想要入主公司，那我就找一个在地好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完成大家的梦想。对对对，而且也是算分散风险的一种，因为可能南部建商他们看过实在太低迷的时候，为了要对自己或对股东交代，他们就宁可多找比较厉害的一起来结盟，假使大家受伤了，可能也不会受伤这么重。这种合作的前提真的是大家要有一定的信任感，曾经共患难，同享福，然后再一起开创未来。对，我觉得这点也蛮不错的啦。对，第三个特点就是南部的这些董事长都很年轻，大部分都2代接班的。对，这个我之前也有发现，就是好像看到很多董事会的改选啊，就是、或者什么30岁就当董事长，27岁就当董事长，看到那些新面孔，发现都是高雄建商，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南部的爸妈好像也比较愿意放手给小孩去尝试或什么吧。也许就有分工，因为事业越做越大了，所以他真的就是需要有人顾着家，然后他才可以再去开发新的土地一类的。对对对，譬如说像是这个现在高雄建商工会的这个理事长是陆少廷嘛，他其实在接班的时候，哇，也才20几岁，很年轻。他今年大概快40吧。那还有像是俊都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我们这次去也有采访嘛。俊都最近就是入主了这个福大纺织，对，福大纺织。那他今年也才33岁，对，然后他已经公司的重大决策其实很多也都是他在决定的这样。对，其实他18、19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非常的独立了，就已经在公司。他说当年就在公司半工半读了，对，就什么半工半读啊，然后就他们家又在他的建议之下，再重启炉灶啦，对对，所以都蛮特别的，然后都把公司经营的还不错。那再来第4个特点，我们有发现南部最近的这个借壳挂牌的风气非常的兴盛。其实最近就是借壳挂牌这样子的案例呢，这几年比较少了，但是南部的建商就会显得比例特别高。对对对，有些董事长也跟我们分享说，就是其实挂牌之后筹资也比较容易，因为现在政府就是打房的政策嘛，那的土建呢都有降低。其实我觉得这些策略或者这些特色可能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就像你刚才讲，他们现在的经营者可能也比较年轻了，然后所以对于这个筹资募资，对于资本市场的态度也比较开放，可能也比较灵活。对对对，是。但因为他们现在也考量说，可能人才也很难找，因为公司也要一些品牌知名度嘛，也比较好容易招工嘛。现在缺工也很严重。那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早期从南部起家，然后北上变得全国型的建商，开始慢慢就是回访南部，也回头到南部推案了。对，比较经典知名就是达利嘛，达利建设，达利从高雄起家，对，因为大家认识他大概都是他已经到桃园林口一带，对对对，就在那边推案。那现在就是其实15年他就开始回访南部了，所以他眼光其实也很早，也蛮精准。好，那其实这一波不管是全国性的这个房市的热潮，或者是说南部的特别突出的这些情况，又回头反映到股市上了。我们说房市好是因为股市的那个财富效应的带动，对，但是其实呢，就因为这个房市的好呢，所以投资人又回头去看到营建股的表现。没错，百元俱乐部多了很多营建股的脸孔之外，然后营建类股的指数也是在创新高的。可是其实在营建股的投资上，投资人应该是有一些事情要注意的，你要帮我们提醒一下。是，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最近有很多建商就是入主一些公司或是借壳挂牌这些公司，其实我觉得蛮想要特别提醒一下投资人，就是说他们才刚进去，金管会有规定是不可以马上这么快更改他的营业项目，就等于说他的营收跟认列是必须要慢慢的灌进来。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南部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大好，就是最近入主的话，认列或入账的时间可能也是落在2-3年之后，因为他前面可能也还要处理一下前面那个公司本业的事情，对，看要怎么把它转型啊，或是要怎么把它是。当然，另外一个逻辑就是你可以逢低先进去。如果他特别想要提醒，就是他也都大部分都不低。对，因为最近大家一看到是南部的建商，看他觉得股价低都进去买东西，都买一波高点。对，其实都已经涨过一波了啦。对，然后你现在进去的话，就变成说你要等待它时机反映到那个基本面上，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对，提醒就是听众观众朋友们，就说因为营建股它的入账时间，我们如果做点功课去查，其实是查得到它什么时候可以入账认列或是整个交屋的情况。所以建议是说，就是我们如果要研究一家公司，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案子啊，什么时候哪一年
整个可以得到推案量啊，或怎么样，都把它列出来。那你就是每年几乎固定会有案子会进账的，才不会因为说哪一年他又没案子，然后可能又获利不如预期，就导致没有配息。OK， 所以比如说我是今年看到哪一些公司大推案，我就跑进去买，但我可能搞不好明年它其实是没得认列的。对，因为而且现在盖房子就是缺工嘛，所以现在盖房子的期间都拉很长。就是可能我也有听过说要盖10年的，所以你现在进去看它卖得很好，它10年后才交屋。那所以不要听到说因为有推案然后有大卖就觉得准备要一起分享它的营运成果，但事实上不一定，没有那么快。所以比较保守的挑选投资标的的话，应该是有稳定的推案，然后有稳定的销售，然后也稳健的入账，这样子的公司呢，你比较能够预期说它接下来的股价表现大概就不会太差。对，也比较稳定一点不会那种暴起暴落这一种。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复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197集，新青安是帮助年轻人买房，还是沦为投资客炒作机会这一集的留言。好，财团 C Baron 他是台湾人 des， 对，好，很可爱的那个听众朋友，又有英文名又有日文的。他说房地产的流动性不佳，尚需支付高额买卖中介费，买来投资收租还不如买 ETF。对，这就是个人的投资选择啦，每个人的投资属性都不一样，所以可能对于投资标的应该怎么样操作或什么的，其实这个看个人各有所好。对，有一位白花油的读者说，之前旧青安又不强，民间银行还比较强。对，之前旧青安好像真的吸引力没有新青安来的大。对，所以这次新青安才爆表嘛。对，当时真的旧青安不强的时候，就是银行大家就各自想办法争取房贷客户，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新青安这个政策来了，才会政策点火。对，真的是。第3位财团朋友是 Zun， 他说怎么有一种20年前卡奴的既视感。其实真的坊间是有一些这样的讨论，也有朋友问我说我们会不会5年后突然出现什么抛售潮或什么这样子的情况。对，就是因为这一波新青安的热潮，然后大家现在就是狂借，那会不会有之后还不起的问题？小燕最清楚了，买房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你个人要衡量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啊，就是说但如果你真的有自住的需求的话，如果租房子，那是不是可以就是努力一点，就是买下来。对啊，其实就是自己做好财务规划的话，你是可以从无壳族转为就趁着这次的机会。对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小燕的分享，谢谢副总。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同时现在也是彩讯周年庆的活动期间，欢迎大家踊跃的订购。听了才知道，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